我祖宗18代都是盗墓贼，爷爷盗墓被点了天灯，舅舅偷国宝被抓，老爸走私古董至今没出来。请问这样还能加入考古队吗？兄弟，你是来搞笑的吗？别人满门忠烈，你这活脱脱的罪恶世家啊！国家能给你发身份证，已经算祖坟冒青烟了。我十分无奈，就在前几天，我意外觉醒了考古系统，只要挖掘出新文物，就能根据年代获取奖励，麒麟血、黑金古刀、搬山要义，随便一样都能让我人生翻天覆地。而系统给的第一任务就是加入探险队，可我这家庭背景，系统确定不是在玩我。不知未来如何，忽然想到什么，掏出手机点开探险队的直播，显示暂时关闭。按惯例，这种直播会不间断开启1个月，现在关闭只有一个可能，探险队出事了。我看看自己双手，除了祖传的看玉辨位、古墓机关破解的本领，再无其他。按正规途径，我绝对没资格加入。想进去，只能搏一把。太吓人了！古墓里居然出了这种凶险状况，突然的异动太意外了，现场的人都受了伤。我没妄动四下巡视，发现一个面色发青的男人昏迷不醒，医生正用仪器给他检查，2个护士在旁边测数据。凭家传经验，我很快看出这陈教授是被煞气冲面了。土煞入人口鼻，防疫起尸，这是爷爷小时候让我背的典籍里记载的。看情况已经有3小时了，我不敢耽搁，快步走向人群。小子别过来，考古重地，无关人员不可入。保安大哥，那是煞气冲面，现在医疗器械除非全换血，不然绝对没得治。就算换血也肯定落病根。你让我去，我知道怎么救他，我看过直播。陈教授是考古队里分量最重的人物，救活他，加入考古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更何况我专业对口，稳赚不赔。保安一脸无语，指了指角落道：“看见那个没？下午一出事他就来了，说能用老办法救，结果找了一堆狗屎糊陈教授脸上，腿让人打断了，拴那儿等警察呢。后来才知道，他跟直播间打赌，这么干就有人刷火箭。陈教授是国家栋梁，你们年轻人也太放肆了，侮辱国家栋梁，3年起步。”保安大哥，我真能救。黑驴蹄子咬嘴里，再用银针扎神阙膻中，直掐人中，掐3分钟就能醒，再耽误真会出事。是吗？王院长亲自来都没用，你以为这么简单？又一个不流量的，抓起来！快走吧。大哥，我真能救他！你们再不信，他真会死！我真不是来博流量的，别把我跟他扔一块儿啊！就在这时，一阵剧烈咳嗽声响起，焦急的女声传来：“王医生，教授血压突然升高，心跳很快，颈部出现异常纹路了。”躺着的陈教授前一秒还平稳，下一秒就身体剧烈不适，异常雾气从口鼻溢出，众人面色大变。我眉头紧皱，心中暗道不好，古墓湿寒地气已侵体宫心脉，情况危急，没多少时间了。他一出事，我少不了要被牵连调查。快将监测电极片贴附胸口上腹核心监测区，该区域是生命力替征精准监测的关键点位，务必精准贴附，保障数据传输。接下来该怎么做好核心监测点位的后续微调？封门、深主、肺郁、灵庭依次行针。按压痰中，让他淤血把吐出来。肺部压力恢复正常，血压恢复正常。快把大师请过来，所有人让开道路。刚才那些话是你说的？不然呢？小兄弟，你这手针灸跟谁学的？祖上传下来的，都是祖上遇过的事。后来有人把经验汇总成书，银针吊命是最常用的方法。那你祖上肯定是赫赫有名的中医世家。依你看，陈教授这病该怎么治？中医针灸只是吊命，接下来还得黑驴蹄子，有黑驴血更好。黑驴蹄子和血有啥用？这跟救人没关系吧？我淡淡解释道：“土煞入人口鼻，易起尸，既然已经被冲了，就得用能镇煞的东西。黑驴蹄子对寻常起尸有奇效，黑驴血能驱煞气，法子给了，陈教授的命也保住了。仁至义尽，他们再不信，我也没必要非挤进去。况且老爷子传的东西，针灸、风水、尸虫，哪样不是真本事？我进考古队，是他们稳赚不赔。还愣着干嘛？快去找！小兄弟年纪轻轻，掌握这么高深的医术，实在难得。别，我会的就这么点儿，治病救人我不在行，也不会什么中医。我心里清楚，盗墓我在行，救人真不行。那些封锁心脉、扎针催吐的手法，都是老爷子当年在墓里遇上时摸索出来记下的。书里还记着不少穴位解法，专针对古墓里的奇毒。张家世代盗墓遇过的4起事都记下了，如今倒成了我。只是违背祖训加入考古队，心里征纠不舍。但为了麒麟血、黑金古刀，还有那些盗墓要义，只能咬牙进考古队。当然，我绝不承认前几天被拒多次，一气之下差点烧了老爹牌位的事。约莫半小时后，考古队斥巨资从附近买了头黑驴拉回来。我看着黑驴也不耽搁，拿匕首在工作人员帮助下轻车熟路地割开驴蹄取血，回到仍旧昏迷的陈教授身旁，在所有人茫然的目光下，直接把黑驴血灌了进去。紧接着2指沾血点在他眉心，银针取出，神阙膻中2穴落针，一把掐住人中。很快，所有人看着陈教授颈部的黑色纹络开始缓缓退却，
发青的面色也开始恢复。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还说你不懂现场应急防护？我没解释。等陈教授面色恢复成苍白，我把现场的应急防护设备全整理好，让人把陈教授抬回帐篷。直到此刻，所有人才松了口气。小兄弟，刚才对不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摆了摆手，古墓里的东西大都离奇，用超乎医学理解的手段处理，也能理解。不少人纷纷感谢小兄弟大人大量，弟弟服了。别的不说，你这个兄弟我认了。等陈教授醒过来，我立刻请假找你喝酒。原先对我嗤之以鼻的考古爱好者也都站在一旁无地自容。下午很快过去，在队员们盛情邀请下，我留下吃饭。陈教授这时候醒了，得知事情经过后大为震惊，水都顾不上喝。小兄弟，救命之情我一定铭记于心。不知你这医术从哪儿学的？祖上传下来的。话说我爷爷是盗墓贼，老爷偷国宝被抓，老爹走私古董，能加入考古队吗？安保大叔满脸诧异，这小子不是来偷东西的吧？我嘴角一抽，有些幽怨。大叔，你能别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吗？我要是来偷东西，你们救陈教授那会儿，我早悄悄绕到后边带上东西跑了。安保大叔不好意思的挠头，哈哈，开个玩笑嘛。没戏了呗？想考古队没门，一看就是外行。看来你得有受招生现场。小兄弟留步，你可以留下，这事儿我做主了。收留我这样一个人，陈教授不怕被人抓着把柄戳脊梁骨吗？父辈的错误怎么能算在你身上？人心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但你能不顾误解出手救我，也说明你心存善意。别的不说，单是你祖辈的盗墓经验就值得我们学习。身份证给我吧，我这就派人给你办入职。恭喜宿主达成任务，系统成功启动，新手礼包下发，是否开启？开启。新手礼包开启，恭喜获得麒麟血第一阶段，可震慑寻常被煞气侵染的人形轮廓与煞气凝聚的诡异重形轮廓。麒麟血融入后，肌肉经脉里浮现一股暖流，我心底不免激动。前世盗墓小说里的麒麟小哥，一身精纯麒麟血，可震世间邪祟，即便只是第一阶段也足够逆天。教授，咱们什么时候再下墓？这个墓应该在清朝之上，里面的被煞气侵染的盔甲黑影太诡异了，要不是安保部用热武器拦住，估计我们都跑不出来。现在被煞气侵染的盔甲黑影没处理，墓暂时没法下。教授，这被煞气侵染的盔甲黑影我能处理。你能处理？张明兄弟，被煞气侵染的盔甲黑影可不比你驱除的煞气，那玩意儿刀枪不入，昨天热武器打头都打不死。是啊，被煞气侵染的盔甲黑影不是闹着玩的。得，又不信我。没，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张明兄弟，你别误会。陈教授短暂思索，既然你想试试，那明天早上再试吧，现在已经太晚危险。我点点头，没再说，其余人散去。我吃完饭后住进新帐篷，一夜无话。第二日清晨，我伸着懒腰走出帐篷，考古场地明显多了一大群人拿着摄像机拍摄。一个青春靓丽的女生，应该是负责直播的工作人员。小明哥，赵教授找你。远处传来呼喊，我抬头看去，是个留着短发戴眼镜的俏皮女生，个头不高但身材极好，紧身牛仔裤包裹着诱人曲线，笑容温和。她叫谭笑笑，刚加入考古队不久的实习生。我应了一声，知道了，我这就过去，朝陈教授那边走去。陈教授一见到我就语气认真道：小张，你真能对付被煞气侵染的专甲黑影？这次是全国直播，你入队本就特殊，若能立功，得到人民认可，上面自然不会追究。若做不到，不仅你闹笑话，我也得担责，你明白吗？我明白，教授，我可以的，你放心。这次行动的人选你来决定，需要哪个部门支援，我们无条件配合。不用，正常下墓就行，记录人员照常，各部门派一人跟着。陈教授也下去。对了，让昨天那个安保队的大高个带武器跟着。好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观看江城考古直播。昨天的事件后，考古队找到了处理被煞气侵染的盔甲黑影的办法，请来了擅长处理此事的高人，请大家期待能处理被煞气侵染的盔甲黑影的人，那得是大师级别吧。
咱们江城还有这号人物，说好的大师呢？安保、记录、考察，不都熟人吗？等等，有个新面孔，20左右的毛头小子。节目组搞笑呢，就这毛头小子能处理？据我所知，昨天正是张明小友帮陈教授治好了病症，请大家拭目以待。张明，大家都准备好了，准备下幕吧。我走最前面，大壮断后，所有人跟在中间，别掉队。最有战斗力的大壮殿后，这小子什么来头？太狂了吧！完全没把考古队员的命放第一位。在这个历史文化缺失的世界，每个考古队员都弥足珍贵。一时间，观众纷纷把电话打到节目组投诉，谴责我轻率指挥。冰冰收到无数投诉，心底无奈。过这条通道是塌陷区，穿过去到宽处有9处文物堆积区。原本敬仰陈教授的人，在弹幕冲刷下三观开始扭曲。以往节目中那个替队员性命考虑的教授，今天竟丝毫不把队员性命放心上。更多人加入投诉，要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陈教授作死，把那个灌迷魂汤的毛头小子送进监狱。陈教授，后台说投诉电话被打爆了，观众说您擅自指挥，不把队员性命当回事。陈教授，后台说投诉电话被打爆了，观众说您擅自指挥，不把队员性命当回事。队员们面面相觑，大壮挠头，似有不解。我眉头一挑，有些不悦。我刀呢？在这儿。大壮从背后取下烫刀递给我，我背在背上，没再理会冰冰和直播间，打量着有塌方痕迹的耳室，露出思索。我观察血尸留下的血迹，脑海中海量知识翻涌，淡淡分析。血尸昨天出来后在这徘徊过，煞气只在聚阴之地不散，土煞留残念。从血迹看，除了你们说的那片空地，这里还有另一条通道。直播间观众炸了。再去直身发现，张明演出的谭笑笑牌在这里已经发生了。你是说，除了那片空地，还有另一条通道？现在有9栋主55的情况。也好。现在是辰时，遗存区结构稳定，暂时没有坍塌风险。明代告征属下同时遵守调查窗众，传找隐藏通道。这是怎么回事？小张，这是怎么回事？生理反应，问题不大。走吧。耳室布局寻常，隐藏的通道应该在那片空地。教授，咱们……我相信他。去九居棺椁那地方，不是厕所里打灯吗？怎么感觉这条路比之前长了？之前最多3000米，现在走了2.5公里还没到头。对啊，教授，这地方好像变长了，我开始慌了。昨天半小时就走完，现在40分钟还没看到头。小张，你怎么看？我是个比潘虹还懂狗的训狗师，规整对称布局。什么？你是说这里的通道蕴含古老的规整对称布局机关之法？什么？什么？考古队员震惊，节目组呼吸急促，观众们愣了。有人说是大夏最古老的堪舆之术，那些原本不看好我的人开始迟疑。这小子真懂九宫飞星，那可是堪舆精粹啊！一时间愤怒的观众沉默下来，但更多人还是不信，觉得我在装。接下来怎么办？飞星者，借九宫之位产生的变数，此为九宫飞星。近来使我观测山脉走势，此位因为7赤破军，融合飞星之道可得，
出去的路不在前后。1、2、3、4、5、6、8、7、9。啊！谁仍记那里环若是世界。走吧，走吧，主墓位置就在这里。教授，这间墓室之前没发现，全新的，历史书上没记载。晋升，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时刻注意烛光，若烛光有变，所有人立刻放下东西，到我这边集合。陈教授凝重点头，众人露出正色。我表现已获认可，但仍有观众觉得我装蒜，弹幕骂我，马上引来反击。要不是明哥找到出路，你们还在甬道里转呢。他们进入了古墓的主墓室内。想走就远，梦醒泪眼天天上愿一别永远。大壮，冷烟火！声音从棺椁里传出来的。我面色难看，紧握长刀，心底紧张。我虽有祖传知识和第一阶段麒麟血，但没有武力。唯一对抗血尸的办法是把血抹在刀上，但不确定行不行。行动前我特意嘱咐，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冷焰火，生怕惊动怪物。没想到最终还是惊动了。尸变了！尸变了！完了！不行！尸变了！快报警！我心非是不可传，我心非是不可觉。定后，几年生间无尽。胡勇向张明行礼，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怎么感觉他们就是为了等你来，把东西交给你？我的天，这是真的吗？小张，你到底是什么来历？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因为麒麟血，但没说出来，免得被切片研究。这时脑海响起系统声音，检测到文物出土，胡牛永昌大元帅金印，文物年代明崇祯。恭喜获得1500文物点，系统商场开启。我露出思索。小张，这里就是唯一的核心遗存区了。根据规整户局参测，这片地域只有这个核心区域。好，大家整理采集，准备回去。脑海里便开始思索着来龙去脉。如果麒麟血能引起明代尸变将领跪拜，那在这世界是不是有别的寓意？我不知道。1小时后，众人走出古墓，冰冰结束直播，持续半个月毫无所获的考古，半天就在我带领下找到主墓室，带回未知年代的文物。陈教授找考古大佬研究金印去了。我看着远处山川走势，发现金印的地方上方是条宽阔河流，或许是平行世界的原因，历史断层严重，但文物依旧存在。前世记忆中，胡牛永昌大元帅金印是在江口发现的，可能因塌方被冲上来，平行世界地点对得上，时间线不对。不过与张献忠有关的军印出现在这里，那么明石30是不是也真实存在？我摇摇头，回帐篷换衣服，躺床上玩手机。很快，一条资讯弹窗引起注意。葡萄国发现了疑似沙菲勒乘坐的圣十字号船舶。崇洋媚外的网友评论刺眼，男主对此深感不适与不满。世界文化断层严重，大夏仅存清王朝历史，清前灾难来源已无法追溯。而相比其他国家，大夏清王朝那段割地赔款、卑躬屈膝的历史，
让不少国人厌恶自家文化。看样子，考古之路任重道远。我关掉手机叹息，历史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自尊。前世的大夏儿郎，哪个不是心系祖国5000年传承，起起落落间铸就的民族自豪感，团结友爱，众志成城，那才是我大夏儿郎该有的样子。而这个世界，崇洋媚外，喷子无数，自卑到了极点。我不甘心，既然能挖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那大明朝的绝代风华就一定真实存在过。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还有大宋、大唐，乃至书同文、车同轨的大秦，那些被埋葬的文化，我一定要一件件挖出来，向世人证明大夏传承经久不绝。这金印只是个开始，1500文物点可以兑换些东西，这次全靠麒麟血，太悬了，得提升实力。我浏览系统商城，花1000点买下唯一买得起的鼓舞，兑换成功。鼓舞奉承极致杀伐的武道，可掌握超越人体极限的杀人技巧。随着肌肉变化，一招一式在脑海浮现，战斗素质快速飙升。有了鼓舞，下次下墓遇到离谱情况也能应对了。我研究鼓舞时，古墓里煞气黑影躬身的视频已冲上热搜第3，有人信，有人说是炒作，讨论愈演愈烈，最后被官方出手压了下去。而国家考古总院研究发现，金印磨损腐朽程度有数百年痕迹，经残缺典籍印证，正是明末崇祯年间的虎捻永昌大元帅金印。消息通知了所有参与队员，每人获得20万起步嘉奖。陈教授还帮我申请了50万，我很意外，但在陈教授劝说下还是收下了。他也告诉我，我的存在已被允许加入考古队，总算是定下来了。正是明末崇祯年间的虎捻永昌大元帅金印。消息通知所有参与队员，大家都因这次考古发现备受瞩目。陈教授肯定我的考古与堪舆能力，我倍感意外。在陈教授说明下欣然领受。他告知我，后续将一同参与江城考古队的古墓探索与文物保护工作。我跟你说，前2天江城考古地点出大事了，听说来了一个高人，不仅轻松找到了主墓室，还把里面的尸体都给镇住了。而且他还说，这墓里的东西不是我们能碰的。江城古墓出现异常，神秘高人轻松找到主墓室，并震慑起尸尸体。那不是高人，那是神，我一定要拜师。去刀剑，让眼落入初见。直播为捕捉样貌，他认不出眼前的我。大壮使用冷天火后，节目组对画面进行了模糊处理，或许是这类事从未发生过，官方先行妥善处置并暂缓公开。我的存在或许已引起相关部门注意，又或许官方早已知晓此类墓穴隐患，若有需要，自然会有人与我联络。那位高人简直太厉害了！古墓出土明代虎钮金印，消息后爆全网。考古热搜引爆全民热议，文化传承不容杂音诋毁，我要跟他们对线，高人说不定会收我为徒。老张，你喉咙里卡了个俄莱特。小明哥，上面下来任务了，快来工作点一趟，还是原来位置。好，我这就过去。大哥，我明天还得上班啊。小明哥，发生什么事了？教授等候传达上级任务，大人物即将抵达现场。我心中略带疑惑，没有多问，和团队成员简单交流后便安静等候。很快，工作车辆驶入现场，众人纷纷起身。陈教授与考古领域资深学者一同下车，学者向大家致意。陈教授安排众人进入工作帐篷，大家依次跟随入内就座。此次召集大家，是为了近期重要的考古相关事宜。此前出土的虎钮金印备受关注，经团队研讨确定，将开展国际考古文化交流展示项目。听到要开展国际考古文化交流相关安排，现场的考古队员们都感到有些意外。我面露思索，没有开口说话。陈教授点头回应了大家的疑惑。我国已发掘多处明代古墓，此次金印出土更是实证了明代文明的厚重与真实。团队确定选取已发掘古墓，邀请外媒参与拍摄，以此宣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可这是咱们的珍贵文化，外媒不小心破坏怎么办？小张，这事儿怎么看？此次合作既是探索，也是上级对男主的刻意试探，是他们求着来的，我们尽可能保护就行。真出事，责任不在我们。我知道个大墓。我平淡道出家族传承的堪舆之法，
此前勘探发现金印出土地并非完整的古墓葬。中年学者低声追问用语，我点头确认。此处墓葬需详细勘测，位置方位基本确定。一来墓葬内的诡异煞气黑影可起到警示作用，二来此处与原勘探地点位置相近。我表示，此处墓葬应当能找到与金印相关的半生文物。陈教授瞬间变得十分激动。陈教授激动追问，是否是古典籍记载的西王赏功钱？按记载，此钱币与金印相伴出土，金印的归属上有探讨空间，但若西王赏功钱现世，便能直接证实相关历史记载。2天足矣。世间无解，是一句。祖传堪舆远超科技勘测，大墓线索直指李自成遗迹，做好必有嘉奖。我如实上报，军方会保障你们安全。军方人员现身离场，队员担忧任务成败。我平静让大家早点休息。次日清晨便寻找大墓入口，找到后即可发掘，随即让众人散去。陈教授点头附和，众人陆续散去，帐篷内只剩下我和陈教授。陈教授担忧询问我是否有把握，说明安保团队已敲定方案，后续会按计划推进执行。我让陈教授放心，坦言自己有十足把握。感受到他的关心，我心底微微一暖。我和陈教授打过招呼后，便转身返回自己的帐篷，准备次日的勘探工作。我心中明晰历史记载，胡解永昌大元帅金印曾与西王圣功前相伴出土。世界历史轨迹或有偏差，金印完好，预示大墓已沉银线索，真相待明日勘测验证。备好寻尸虫应对外媒，清晨勘测周边山脉，锁定墓穴线索。是做得一童年，若情。祖传堪舆锁定盘龙宝地墓穴，规模远超最初推断。这片山谷墓葬格局特殊，墓主绝非寻常人物。我整理好勘探资料，准备交给陈教授。我原本打算次日启动发掘工作，刚走进帐篷，就看到陈教授眉头紧缩。陈教授坦言，外媒已提前赶到，原定3天后的拍摄计划直接改成了明天。陈教授满心忧虑，坦言直播发掘若出现偏差，会对考古团队造成不利影响。陈教授提议申请延后日期，我摇头拒绝，直言对方来意明确，按计划发掘不会出现问题。陈教授迟疑片刻后选择相信我，立刻召集队员安排工作，考古营地随即开始有序迁移。众人按指示抵达目标山谷，2小时内完成营地搭建，全员养精蓄锐，静待发掘。次日清晨，发掘队伍按指定点位正式动工，考古勘探工作顺利启动。此时一道口音生硬的话语传来，外媒摄制组已抵达考古现场进行拍摄。我正沉思着，一个外媒人员的声音传来，他质疑地说，此次考古发掘将验证历史记载。我回头望去，一队外媒人员举着设备走来，谭笑笑小声提醒我，拍摄会做好隐私保护。我摇了摇头，并不在意这些，目光沉静地看向现场。外媒主导此次拍摄工作，现场有我方媒体人员。外籍女记者上前向陈教授发问，外籍女记者询问总指挥人选，陈教授指向我，表明我是本次考古的总指挥。记者随即吩咐开拍，外媒与我方媒体的直播服务器成功连接，直播正式开启，直播自动翻译开启，两国网友涌入直播间。外媒记者厨智笑着向我发问，我平静回忆，现场正在挖掘，2小时后即可挖通，午后便能进入墓室。厨智笑了笑，出言嘲讽此前大夏出土的文物，言语间满是轻视。你好，张明先生，我是外媒记者厨智。对于虎救永昌大元帅金印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征的遗物这一说法，你怎么看？直播之间网友褒贬不一，与你无关，无事不要打扰。冷漠回应，让对方无事不要打扰。说完便直接转身离开。厨智面色尴尬，对着镜头抱怨，称我方拒绝拍摄且态度无礼。海外评论区呈现争议预判，国内评论区热议讨论，直播间热度平稳上升。厨智面露笃定之色，带领考察拍摄队伍径直前往考古挖掘现场。片面预判已然呈现，后续真相揭晓，即将正式拉开帷幕。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张先生说的古墓入口。据他说，2小时后就能挖通，吃完午饭就能进。也不知道这位大夏能人会不会让我们失望。厨智的话把战火引到我身上，2小时快到了，厨智一直在煽风点火，外国人嘲笑大夏无人。到时间了，入口通了！大夏网友愤怒维护，2小时整，厨智开口揶揄：张明先生，看来你的推测不准确。教授，挖到了，是木砖。我吩咐众人撤离现场，
待空气流通，用餐结束后再进入墓室。我敲定4位下墓人选，结合墓室环境与风险，选择精简人员前行。我得到的信息是，张先生自己都没自保之力吧？外媒一行人神色轻松，厨智出言表示轻视。墓道寒意渐浓，队员紧绷戒备，厨智依旧出言嘲讽。盘龙之事有4级，此处仍在外围，继续前行。看来对大夏人评价过高了。盘龙之事有4级，长墓道仅在外围，需按张家密典继续深入。众人走出墓道，抵达空旷墓室，我神色变得凝重。你们大夏的古墓这么随便，就一条墓道，是现建的吧？一声闷响骤然传来，现场气氛瞬间紧绷。张先生，你们自己建的墓道不规范啊！他认定古墓为坊建文化史诗，质疑相关文化史实。我刚要开口回应，闷响与塌方声接连响起，诡异声响从暗处传来。快跑！谭笑笑、大壮、陈教授！虫群突袭墓道，危机瞬间降临。外媒人员遭墓道虫蛇袭击，四散奔逃，神秘黑影突然降临。银色刀光闪过，詹姆斯身旁的虫子碎成血块。我操！飞檐走壁！我落地后继续挥刀，原本疯狂撕咬的虫子竟开始后退，黑蛇也死死盯着我，发出忌惮的低吼。这也太帅了吧！詹姆斯直接跪下，一把鼻涕一把泪。谢谢爹，以后你就是我爹，大夏人都是我爹。该死的厨智，张先生，谢谢你！我扔给他一颗黑色药丸，把这个吃了，转身就走。詹姆斯赶忙吞下，扛起摄像头跟上来。那些蛇虫紧紧跟在半步之外，不敢进攻，也不远离。弹幕炸了，虫子害怕明哥，明哥身上有宝物吧？我带詹姆斯来到一条散发诡异气味的河边。过了河，虫蛇被拦下，谭笑笑他们都在对面。张明，你给我解释，你们大夏到底搞什么？厨智疯了一样冲上来，抓着我的领领，想把我们高贵的漂亮国人怎么样？你这个大夏的奴隶！抬手就要打，啪！我直接甩了他一巴掌。詹姆斯冲上来，一巴掌扇在厨智脸上。法克，贱女人！要不是张先生救我，我已经死在虫子嘴里了。你想对我的恩骨怎么样？啪啪又是2巴掌。厨智惊恐地看着这个暴怒的男人，他不明白，舔了自己5、6年的詹姆斯怎么会这样？詹姆斯住手！再敢对我恩人耍花招，我让你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碧台，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他把厨智扔在地上，啐了口唾沫。厨智蜷缩角落，再不敢出声。张先生，很抱歉愚蠢女人冒犯你，我对工作组的行为道歉，请您原谅我之前没站出来阻止，有些事我也不能左右。我拍拍他肩膀，开始打量四周，空旷空地，身后是地下暗河，前方山壁镶嵌着巨大石门，遍布精美纹路。到哪儿了？我端详想起石门，大夏网友讨论着虫子怕我和我的功夫，外国网友则在声讨詹姆斯，更多人不屑装窜，用雷短炸就行，演给我们看的。古墓里的外妹也不耐烦。张先生，你们没雷短吗？节约时间，我们还要去别处。雷短炸门，你们都要死。最后一人还没说完，被詹姆斯眼神逼退。我没回头继续打量，外国网友嗤笑。突然，我拔出唐刀刺入石门，又抽刀后退，黑色液体从破口流出，刺鼻恶臭弥漫全场。先前不屑的拍摄组面色大变。乔酸，为什么会有乔酸？灼指目光藏着不敢置信，他怎么会知道？大夏网友炸了，明哥牛逼，一眼看穿门道。什么来头？外国网友心神震厉，难怪说用雷管都得死。石门里存了多少磷酸？他怎么知道的？难道是大夏安排的？有人开始醒悟，从土壤到墓道，这是从未发现的墓穴。大夏没作秀，作秀的是厨智。时间流逝，盐酸流进，石门内传来哗啦啦的声音，石门缓缓开启。拍摄组的人看呆了，盐酸密度高，阻隔了机关运转，酸流进，空心瓷珠落下触动开门。如果用雷管炸，盐酸溅出，还会降下石锁，门就永远进不去了。说完，我踏入通道，众人跟上。半个小时后，面前出现2条岔路，我没急着走。盘台坐下，掏出压缩饼干吃了起来。张先生，你什么意思？让我们看着你吃饭？坐下来吃点东西等等，接下来的路没那么好走。我没在意，继续吃。谭笑笑他们也坐下喝水，拍摄组无奈跟着等。1小时过去，他们开始催促，外国网友又蹦跶起来声讨，没人理。詹姆斯虽然疑惑，但选择相信我，毕竟是我救了他。张先生，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2小时到了，厨智壮着胆子上来问我，看着手里的虫卵，快了。
快了。您这样很不负责，我们有自己的考古学家可以替您决断。你觉得行你上。我无所谓的摆摆手，厨志面色难看，想找陈教授他们劝说，没人理他，他又坐回去。詹姆斯这次没制止，有些无奈。半小时后，虫卵破裂，一只纯白色散发淡光的虫子飞了出来。走，跟着虫子选定的通道前进。史密斯先生，您是生物学家，认识那虫子吗？没见过，或许是大夏世家的传承手段。前行不久，山壁出现奇异藤蔓，史密斯激动起来。等一下，这是喋血藤，漂亮国极难存活，可以入药，对癌症有极强作用。张先生，请允许我带一株回去，研发出药物，一定跟大夏交流。别动！我面色一沉，低喝制止。我说了让你别动。低沉的声音让史密斯恐惧，但他双眼血丝，语气坚定。张先生，今天我一定要把喋血藤带出去。我们可以共享医疗技术，但绝不允许它白白浪费。直播间刷了一波好感，外国网友敬佩，更多人谴责我没有付出精神。直播间很多人支持我们带走，我们的人也在跟大夏官方交涉。大夏网友却感到不妙，按以往经验，我越严肃的地方越危险。竹枝跳了出来，张先生，请你自重。詹姆斯握紧拳头，但迟疑着没动手。我看着添乱的外妹，目中冰冷。那是鬼藤，动了你会死。可笑。史密斯冷哼，一把抓住藤蔓。那么请问张先生，我现在有什么事吗？他露出得意。我扛上拍摄组里唯一的大夏媒体人就跑。谭笑笑他们赶忙跟上。大壮挠了挠头，看到藤蔓动起来时也匆忙跑路。詹姆斯懵了，感受到藤蔓诡异蠕动，赶紧带两个人跟着逃命。史密斯想跑时，藤蔓已死死缠住他胳膊，他面色大变，凄厉惨叫。救我！救我啊！他奋力挣扎，却只能看着自己被缠绕，肌肤刺痛传来，这些藤蔓在吸他的血。半小时后，逃脱鬼藤后，众人看着我满脸后盼。如果不是我，所有人都得死。你为什么不救他？你能认出鬼藤，还会功夫，为什么不救？你们大夏到底什么目的？你这个没教养的野种！卑劣的大夏人，怎么敢丢下尊贵的漂亮国人？嗡，银光闪过，我淡漠收起唐刀。再指我，砍的就不是指头了。厨智凄厉惨叫，鲜血洒落。拍摄组满脸恐惧，仿佛看到恶魔。这事闹大了。打开手电，我继续探路。詹姆斯微微摇头，谭笑笑迟疑，陈教授眉头紧皱。厨智满脸怨毒的收好断指。我从始至终没在意，三番五次挑衅底线，砍了就砍了，什么结果我担着。直播间彻底乱套，网警很快压下。与此同时，京城重兵把守的办公室内，一位老人和中山装男人看着直播画面。老人声音盘：这事儿你怎么看？张家历代钻研堪舆勘探之术，此子掌握的东西正是我们最需要的。长白山、昆仑山最近出现的东西已超出军方能力范围，或许此子……他没说下去。近年中国内部变化鲜有人知，那些超乎理解的诡异、奇虫、毒物，正是军方无法探索昆仑的原因。这次行动全权交给张明，也是因为军方一直在寻找对抗未知危险的方法。他解除血尸毒，引来血尸下跪，早已引起官方注意。辱我大夏者，不可轻饶。是，去做吧。古墓中短暂休整后，众人来到一片木砖铺就的地方，四下谈不上宽敞，一堵高高的青色木墙拦在面前，一块长方形石板像门一样镶嵌墙内，脚下青砖整齐，充满神秘。没路了，那东西像门，但感觉不太妙。大夏观众凝重，谭笑笑他们看向我，现在只有我能找到进去的办法。外媒的人搀扶着满眼怨毒的求治，忌惮地看着我，不敢再冒犯。我看着在光滑石板上徘徊的白色小虫，露出思索。经龙口入腹，这里应该是墓穴所在。寻尸虫发现了尸体，不像门，莫不是棺椁，立着棺椁拦路，可不是好兆头。我拔出唐刀，抬手银光一闪，刺向木砖墙缝。鼓舞第一阶段加持，用力一撬，木砖分离。我另一只手直接抓住取下，没迟疑，继续撬第二块。直播间弹幕刷屏：明哥为啥不直接砍门？他这么做肯定有道理，快找地址，我要拜师。外国语民很少发弹幕，砍竹枝手指的事已上报，等着看我被审判。古墓里，我将木砖一块块拆下，墙后景象显露，一片极大的墓室，摆满陈旧装饰，强光手电也难看清全貌，但露出的冰山一角已让大夏网友激动。看到没？里面有布里，好像是纸张和桌子，这就是明哥。我看谁还敢说明代文物是假的？谭笑笑他们呼吸急促，陈教授激动地看着我，满是感激。如果不是我，他早被煞气冲灭而死，怎会轻易找到金印？考古界想证明明代存在的多困难，我是考古队的福星，是中国人民之福。谭笑笑满眼期待地看着忙碌的我，小心脏跳动加快。2小时过去，幕墙被拆成足以通行的大小，那石门果然是真正的棺椁。我带领众人进入，示意大壮点燃冷烟火，白光填满墓室。这里更像书房，略带酸臭刺鼻。正中一张古老桌子保存完整，一侧摆放纸张，另一侧文房四宝。不远处立着落满灰尘的屏风，对面靠墙的陈旧衣柜里似乎有衣物。这间墓室堆满殉葬品，引人深思。站住！谭笑笑忽然发现竹志朝四面幕墙立着的棺椁走去。
我没有动。众人看去，心底一沉。我扫他一眼没理会，继续打量四下，目中深处杀意微不可及。除却四面棺椁的怪异布局，应该还有别的目视。至于主香的小动作，我自然清楚。这蠢女人为了报复，什么都干得出来。不过在直播曝光基础上，有些事不能明着来。陈教授初步判断是明代遗物、纺织物、文房四宝与典籍记载吻合，这到底是谁的墓？谭笑笑和网友同样好奇，这些能证明明代存在，但说服力还不够，需要关键证据。按布局推算，还有一处没去。俯身敲打墓室中心的几块木砖，陈教授下面还藏着东西。大夏网友觉得离谱，没路了吧？明哥该不会想撬砖？外国网民冷笑，做梦！张明博流量罢了，伤害竹质就该死。威烈的大夏人，我们的命比他们尊贵。69岁扶墙对抗站出来了，抛开事实谈什么？你们就200多年文化，生怕我们找出更多文物。清王朝有过心痛，但更远的朝代里，这片土地的儿郎从未弱于旁人。考古队会一步步证实，弹幕狂刷，外国人气其败坏却无法反驳。漂亮国才几百年，大夏典籍再残缺也是1000年起步。我走到东边棺椁前，抬手按下右侧幕墙，哗啦啦声响中，墓室中央出现一条幽深通道。外媒傻眼，发科 ，Oh my god！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机关术不是大夏人编的吗？大夏网友沸腾，明哥牛逼！众人跟在我身后，浩浩荡荡进入通道。越往下走，气氛越凝重。如果这里没有关键证据，对民族自信会是打击。谭笑笑和陈教士看向我，目光迟疑。青色阶梯尽头，景象逐渐显现。墓室很小，一具雕刻精美的棺座几乎占满空间。寻尸虫在棺椁上方游离，我露出沉吟，这里没尸体。沉默片刻，我一步上前，拔出唐刀，直接刺向棺椁。砰！哗啦，棺椁碎石崩裂。强光手电映照下，里面的东西显露出来。卷轴，好多东西，没有尸体，是衣棺冢。我捡起碎石一捏，化作齑粉，并非石棺。挥刀撬开棺椁上层，一套衣服，2个印章，零散卷轴整齐堆放。快记录下来！陈教授激动了，谭笑笑赶忙拍摄。我小心拿起衣服上的印章，底部刻着南京解元，再拿起另一个方形印章，唐伯虎。意外，唐伯虎生前名声大，葬在此风水宝地，说的，但为什么没有尸骨？衣服有明显凸起，我小心打开，是个干瘪虫卵，物种难辨，隐约感觉这关系到重要信息。笑笑拿密封袋装好虫卵，陈教授他们将衣服、印章、卷轴收好。众人准备上去时，寻尸虫竟自行飞出，围着我腰间打转。我掏出密封袋的虫卵，白色小虫直接飞到袋外。寻尸虫卵，不对，我环绕棺户检查，总感觉落下什么。掏出唐刀敲击木砖，很快听到异响，反手撬出木砖，一个陈旧羊皮古卷出现在眼前。还有个钱袋，西王赏设钱，锈迹斑斑的铜板，破损的钱袋，为什么出现在唐伯虎墓里？我小心收起，看向羊皮古卷，上面有幅精美地图，像刺青。没多停留，我收起古卷，向上走去。众人把能带的东西收好。直播接近尾声，联系安保队后，几小时不到，上方传来挖掘机轰鸣，绳梯放下，我们陆续离开古墓。出来才发现，我们出现在山谷正中，按既定路线应该在山谷另一侧，同样存在9宫飞星布置，不是老张家的手段。我记下这事，嘱咐陈教授检测虫卵。上交羊皮古卷和钱袋铜板，我抱着唐刀静静等待，砍了处置手指。那帮外国佬不会放过我。半小时后，全副武装的车辆出现，一队士兵下车，直接逮捕了乔治。我有些意外。张先生辛苦了，早点休息。文物有消息会通知你，因言行违反现场规定，即刻离开勘探区域。处置因言行不当被现场工作人员依规代理，工作人员完成指引后便转身离开。我没多想，跟考古队打过招呼后离开现场，驱车回到了出租屋。凌晨4点，听着王富贵响亮的呼噜声，我无奈洗了澡，倒头睡去。第二天中午醒来，阳光明媚，高人，永远的神。王富贵坐在电脑前，满脸激动。张明，今天大消息，那高人大墓太强了！回头冲我喊：张明，今天大消息，那高人又出手了，找到一处大墓，太强了！他压根没想过我就是那个高人。同居3年，他自认很了解我。在他看来，我祖上那几个大爹彻底断了加入考古队的路。我没跟他扯皮，简单吃了点东西，开始刷手机，看着银行卡里50多万，嘴角上扬，官方待遇不错。叮。检测到文物公布：市名图、震泽烟异图、王蜀公祭图、唐寅真意、西王赏功前张献忠，总计文物点18320。系统声音传来，这次收获这么丰盛，还没激动完，账户剩余18620。个十百千万1000万，我又确认了一遍余额1050万0328。手机震动，陌生号码打来，一个字：爽。小明哥，教授说上面的奖赏发过去了，你确认收到没？咱们这次的发现太多了，昨晚一群教授研究。那些都是唐寅真迹，西王赏功前证明张献忠存在，3幅画和典籍记载完全对得上。上面很高兴，给咱们放1个月假。这丫头喜怒形于色，藏不住事。古遗址微体生物遗存的专项镜分析进展怎么样了？结合你提供的古遗址考古专业研判意见，考古队相关负责人请了不少生物学家开展专项研究，很快就能。窗明便挂断了电话。平日里张明向来是个宅男，王贵见此模样满脸诧异。老张，你去哪儿？刚拿了项目奖金，正好有朋友请客，去吃饭呗。走啊！这小子该不会参与不了考古队的专项工作，心思乱了吧？
名字学习好，参与不了肯定难受。兄弟3、4年得帮他梳理参与考古队专项工作的正规流程。王贵找父亲拿了些钱，多方查询考古领域的官方公开信息，仔细了解考古队专项工作的正规参与流程。就算拼尽全力，也要帮张明摸清参与考古队专项工作的所有正规流程，让他能顺利走流程申请。小明哥，回头望去，谭笑笑一身清爽打扮，没戴眼镜，模样格外亮眼，短发飘摇，背着蓝色卡通背包，妥妥的邻家女孩模样。她的出现引来不少男生心动，可看到她挽上我胳膊，众人只剩羡慕。我有些不适，但察觉她脸颊羞涩绯红，没拒绝。这样的女生很难让人忍心伤害。对她或许有些心动，但谈不上爱。我向来慢热，不介意她出现在生活里，不会拒绝，也不会太迎合。意识到想远了，我胡笑摇头，没多想，跟她逛了一圈，准备去美食城。就在这时，一道满是诧异的声音传来，我回头看去，一个40、50岁的胖女人，旁边站着穿半袖超短裙的空机场女生，女生身旁是个穿西装戴金表的俊朗男人。秦飞，果然我们家菲菲离开你是对的，农民就要有农民的夜市。就算名牌大学考古系毕业，你家3代违法，这辈子注定没出路。农庄女人也露出失望。看到没？这是延华大学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李少辉，考古队副队长，我们秦家女婿，月薪7、8万，比你出息多了。小明哥已经是考古队的人了。哦，哪支考古队？谭笑笑刚要开口，被我拦下。我淡淡回应：普通考古队，没你身份高。拉着谭笑笑转身就走，秦凤忽然喊住我：张明，这才几天就对我置若罔中，你发的誓都是假的，你这个渣男，还有你身旁这野女人。啪！我甩了他一巴掌，管好你的嘴！李少辉怒了，抡起拳头砸来，被我躲过，反手一巴掌一脚踹趴下。昏迷前，他给警局表弟打了电话，陈教授联系上面的人。很快，我和谭笑笑被放走，李少辉被官方警告，他懵了。查我信息后发现，张明是考古队重要人物，外人无权查找。他家不是世代违法吗？官方看中了他的盗墓本事，李少辉悟了。但恨意更深，尤其在秦飞怨毒的目光下，他暗暗发誓，既然你引以为傲的是考古，那我一定在考古这方面把你踩在脚下。他知道最近考古队来了位资深专家，凭专业能力助力发现了唐寅墓。听闻官方发现一处重要的古遗址墓葬区，会从全国遴选专业考古人员跟随专家参与勘探工作，只要借机和专家拉近距离，以后的考古勘探工作自然能占据先机。到时有资深专家的认可与提携，张明拿什么斗？李少辉拨通考古教授的电话，教授，我想跟随专业考古专家参与古遗址考古勘探工作。李少带母女度过了悲伤的一天，张明与谭笑笑度过了愉快的假期第一天。二人约好次日吃火锅。张明送谭笑笑回家后，独自返回出租屋。张明进门便看见满眼血丝的王贵正看着电子邮件。明子，你别担心，想参与考古队工作的事儿，我帮你多留一打听，递个话，早点休息。张明瞟到邮件里抽调各方专业考古人员，跟随资深考古专家参与重点古遗址勘测信息，整个人瞬间懵住。这事我怎么不知道？按说以我现在在考古队的工作参与度，真有这类重要的勘探工作安排，肯定第一时间通知我。早点睡吧，别熬了。张明回屋后直接打给陈教授，一问才知内消息是几位老教授聚餐闲聊时被人传出去的，古遗址相关样本还在分析，相关实地研究的安排尚未确定，纯属空穴来风。放心吧，校长，你为考古队专项总项组提供技术支持，后续有相关安排会按流程同步相关信息给你。第二天清晨，张明醒来，看到满眼血丝仍趴在书桌前整理考古相关公开信息的王贵，心底生出几分愧疚，对方是真的上心。王贵，事到如今我只能坦白了。坦白什么？其实我是为考古队专项工作提供文物保护相关专业技术支持的人，家族传承的相关研究经验，因工作相关不便随意透露，所以当时没告诉你。家族的传统理念我一直记着，肯定不会轻易违背。现在你放心吧，我目前正在参与考古队的专项工作。好了，你睡觉吧，我要去约会。张明绝口不提曾无意间碰过家族传统物品的事儿，只留王贵一人狐疑地盯着他的背影。完了，名字一直惦记着考古队的事，怕是心里不得劲儿了。名字你放心，你心里的小疙瘩，我陪着你慢慢捋开就好。张明和谭笑笑的假期照常继续，7天里二人的关系也在悄然间慢慢升温。谭笑笑出身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公务员，我也坦白，老爹盗墓被抓，姥爷死国外黑市，爷爷死在古墓，奶奶和妈妈在乡下住。聊到带他回家，他羞涩应下。当晚陈教授电话来了，虫卵有消息，研究发现虫卵属北方昆虫，只适合4、5月份气候，但北方每年此时至少963处地方会有这种虫。我让他把地点和羊皮古卷图示发来，看着密密麻麻的红点，眉头紧皱。古遗址里的特殊虫类痕迹必有含义。羊皮古卷像地图，但与古遗址位置无关。我标出古墓葬中4个墓室的位置，对照红点隐约能对上。正中心对应京城偏南，天寿山如果是古墓葬指引的位置，布局的人是谁？衣冠重风格不是老张家手笔，历史断层前还有精通地理勘污的能人，会不会是古陵遗址？系统兑换本世界盗墓体系基础知识礼包，兑换成功，扣除5000文物点，余额13620。海量知识涌入，北派南派摸金谢龙，搬商发铜左道鬼派12世家36单传，历官下葬更像是鬼派阴九门的风格。如果唐寅墓有阴九门布局，兑换技能鬼语，第一阶段谢莲之力，第一阶段扣除1万文物点，
余额3620。鬼语第一阶段听尸语变阴阳，可掌握沟通尸体能力。谢莲之力第一阶段，传说中的谢岩录指力道掌握500斤基础力道，体质大幅提升，感受着经络中的清凉和双手温热，目光逐渐深邃。前世的明石三灵就在天寿山这片，世界会不会也一样？我将消息上报陈教授。翌日清晨，陈教授带我来到一处偏僻基地，穿过守卫进入大楼。中山方男人已在等候。根据你上报的消息，决定从各区考古队调精英配合你探索，人选由你决定，成立青狼小队，全权负责，随时听调。我浏览信息，很快到代号13，孤儿，嗅觉灵敏，善卜算，这人我要了。继续翻看，又见王朗、谢颖后人，其他人专业知识丰富，但在古墓作用不大。就这2人不需要医疗人员。好，青狼小队暂定4人，他们今晚到齐。明天研究唐一木线索，收拾东西住进基地。刷手机，发现唐一木已掀起风波。我是发现者身份被官方保护。张队好，吃饭休息，明早去天寿山。13始终沉默，我没在意。李建国说过他性格孤僻，一夜无话。清晨集合，考古队安排车辆向北行驶，下午2、3点到达天寿山。看着蜿蜒山脉，我有些凝重。登上山顶，郁郁葱葱，山脉气势磅礴，但进来后竟找不到古墓位置，风水极佳却无法定位。不以9宫飞星布局，不借地势，可能蕴藏天象。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罗盘自行卷动，八卦五行阴阳变化。天池指针指向一处，前方来龙立坤象，收午水过堂，乾坤午均属阳，为静阳局，方位北偏西。我看向正前方偏右17度，一处平地，矮丘环绕，杂草丛生，太过寻常，但我无比笃定那里就是古墓位置。毕竟这套16字阴阳风水秘术第一阶段就花了3000文物点。仪器勘测完毕，准备开始现场勘踏吧。张队，你竟精通古遗址专业勘踏的核心技法。那些专业的古遗址勘踏技法体系早已很少有人掌握，他虽接触过家传的基础勘踏方法，却没学到核心内容。没想到张明竟掌握着全套的专业遗址勘踏和定位方法。这是古遗址勘踏的不同专业体系，有张队在，咱们轻松多了。我并非专精古遗址勘踏技法的专业体系出身，这体系的专业勘探技法从不外传，那他的古遗址勘探技法难不成是另有专业的习得渠道？他越想越心惊，看张明的目光也彻底变了。13面露浓浓忌惮，谭笑笑茫然望着3人。抵达考古点后，张明刚翻出洛阳铲，王朗便抢过工具准备开挖。张队你歇着，交给我就行。张明未做推辞，持罗盘勘察地势，谭笑笑认真记录，13也帮忙开挖。王朗招呼军方人员协助开挖。挖掘正酣时，大批车辆突然停靠在山间道路。媒体和陈教授他们扛着设备帐篷赶来临时据点。都见冰冰直播，开启弹幕狂刷明哥永远的神。网友开始吹13和王朗分成阵营，争谁是我手下第一大将。科研部门的高清针孔摄像头贴在我们胸口。时间流逝，我考察归来，王朗他们也挖深了。啊！我操！咚！一声惨叫，我赶到坑边扔下冷烟花。王朗灰头土脸趴在2米多高的空地上，远处有通道，放绳梯下去。检查无大碍后扶起，他挤出笑容说没事，但我从他僵硬的笑里看出，这胖子好像在害怕我。弹幕疑惑，王哥怎么笑这么生硬？该不会是面瘫吧？好像在害怕明哥。更多人期待起来。有了唐银木的发现，我在水友眼中已是大夏历史崛起的领军人物。凡我参与的直播，必有文物出现。在所有网友期待的目光中，我带着王朗回到上方。出发吧。队长，他们开始了。李建国抬头，目光深邃，继续观察。老李，张家小子除了让尸体下跪，好像没什么可挖掘的了，不找找别人？北方、东方、西方4大军区的特殊地域，找了多少能人都无法渗入丝毫。至今整个大夏，张明是唯一引动血尸跪拜的人。如果连他都找不到对抗特殊区域怪物的办法，他没说下去。杜明懂了。2年前，一支特殊部队带回饱经风霜的石头后，几大军区连夜开会，才将目光转向考古部门。他看着直播中背负唐刀的青年，沉默下来。此时坑道中，众人已前行许久。怎么感觉怪怪的？暂时没事，继续走。温度越来越低，王朗打喷嚏，谭笑笑和拍摄组开始哆嗦。张队，要不回去添件衣服再来？现在已经回不去了。谭笑笑面露害怕，拍摄组面面相觑，众人都察觉明哥的状态不太对。更楚地无坤象，9宫不存，卦象无声，异端显。张队，你有办法吗？没有，继续走吧。墓道里多出了一些东西，希望不要撞上。40分钟前我就发现被困住了，
温度刚变冷的时候，回头无路，只能往前。为了稳定人心，一直没说，现在只能摊牌。拍摄组选择相信我，13虽有迟疑，也无所畏惧。唯独王朗面色愁闷，目光暗淡。在他看来，这分明是盯上了他家传的古遗址勘探技艺。他本就信奉科学，这些年能顺利开展勘探工作，全靠过硬的古遗址勘探专业知识。他看着张明面色平静的模样，心底翻涌着浓烈悲愤，装得真像。这模样哪像遇到危险的样子？绝对是看中了我家的传承，想趁机下手。看他脸不红气不喘的样子，这种事肯定干过不止一次。完了，打又打不过，这小子身手不在我之下，实力更是深不可测。不行，死也要拉他垫背。谢灵传承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王朗赤红着眼，下定决心。突然，我停下脚步，缓缓握住唐刀。王朗瞳孔猛缩，也更会见证。爸爸，别杀我！喊爸爸了，你还砍我？想要传承，你直说嘛！拍摄组所有人面色苍白，满眼惊恐地看着地上被我砍掉的东西，一只青色人手。直播间网友头皮发麻，通道里真有东西。我没理会众人，走到王兰身前，扒开她短袖，肩上果然有个清晰手印。刚才察觉到身后阴冷气息，果断出手击退了异动。别嚎了，继续走。出去绝交！我真一拳制服过凶猎的斑兽，当初饿了10几天，徒手制服过野生猛兽，瞬间缓和了现场的紧张气氛。王朗走前面，笑笑跟上，13你殿后，带他们先走，别回头。网友纷纷捂脸，王朗确实没13哥有魄力。张队有异常，脚步声多了一个。拍摄组面色苍白，王朗吓得腿软。13听力异于常人，从不出错。那东西就在身后10步左右。等他们消失在黑暗中，我缓缓迈步，每一步都有2道回音。网友泪目，民歌舍己为人。直播画面开始闪烁雪花，身后脚步声在拉近，9步、8步、7步、5步，画面大量雪花。3步时，画面彻底消失，只剩满屏雪花。报告，张明哥的探看仪器彻底失灵了。该死，怎么会是死路？先休息吧。张，出兵接他们出来吧。张明遇到的东西只有特殊地域才有，剩下的事你来安排吧。有水吗？他怎么做到的？报告，张明手上出现了绷带。许久，李建国依旧死死盯着，目光不曾移开分毫。张队，继续走吧，区区地缚灵，拦不住我。地缚灵从未出现的说法。老杜，你立马带人去天寿山脉，随时接应张明，再搞清楚他有多少斤两之前，不容许他出任何差错。张明怎么脱险的？他到底什么来头啊？这群人敢这么跟狠人说话，王朗心底满是不屑。你们走了以后，那东西现身被我砍了。就这么简单？清一色刷屏找黑客大佬，不料唯一弹幕竟是黑客逃到叙利亚的狼狈求救。这2座石狮的眼睛太过逼真，绝非实质。什么怪物能有这么大的眼珠？这条通道不在图示上，更像是塌方后延伸出来的。开始挖吧。好，所有人动手开挖。有尸气，快挖通了。我尼玛！发现什么了？死人，都是死人，那些死人全是站着的，数量太多，被煞气侵染，躯体腐坏，犯案业绩，被煞气操控死透后，还保持相同站立姿势，像被邪力附身一样。如果这样，我是个比潘虹还能懂狗的训狗师，能听懂狗说话。先撤！卡过一场探险庄直播地直播，皮不会已经猎手快到预想的斩割了。呼吸声！张队，尸体活了，扔掉所有东西，快跑！
爸爸，我再也不想发财了。你干什么？你们快跑！来多少碎多少。这处置古墓地质显形的手法太专业了，完全不像看不清特命。古武行，传统知识结合堪舆用于文物保护，太惊艳了。这是古武，大夏失传的绝技，奉承极致杀伐而生的武道，将杀意展现到极致。我掐死200多个，砸穿170多，鼓舞现世，震彻全场。一拳崩裂煞气轮廓，需要几百斤力道。你随手就是这种力道，还打了100多个，这种体能，军队里的超人也做不到。怪物没完了，林哥还能撑住吗？根本不是人类的体能吧？张队，快走吧！你要是倒在这里，我可没法带你跑路。他发现自己在拿煞气黑影淬炼杀招，岳北出手狠辣，隐约有种诡异兴奋。张队大哥，别杀了，快跑！他们已经安全了，该撤了。他从随意轰杀的刺激中盘然惊醒，目光扫过13，盯住后退的怪物，仅仅一眼，便让13看出彼此差距。他的武道层次远比13高得多，一步踏出，拉着他狂奔，直至带着他爬出地面，危机暂解。谈笑笑笑，小明哥，我之后不想跟你下墓了。怎么了？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你明明可以带大家跑掉，因为我留下冒险，我已经很尽力，可还是跑不快。早点休息吧，明天睡醒都会好起来的。乖。小伙子，别紧张。通道里的尸体，你有办法吗？阴九门传承从不外传，摸金梯祖在世也难解决被煞气侵染的人形轮廓。下方真有古墓，9成把握。你们调整几天，等上级到了一起处理。你表现不错，下去休息吧。看张明道说话，别找了，他坐军区的车走了，他自己要求的。他不是普通家庭吗？是归是，他爷爷年轻时就有位大人物的命，那位跟他父亲是异姓兄弟。大人物，你见过的？李建国。血尸下跪后，他找上门。小明哥，等我！爱情的味道。他很快意识到不对，这梳子他从没见过笑笑用，难不成他早就准备好了？以他舅舅的身份，笑笑定知些什么？难道他早有意去军区？更离谱的是，这片世界的官方竟未隐藏煞气黑影的新闻，那说明还有更可怕的东西，军方也很难处理。世界存在更危险的地方，我肯定得帮军方去那些地方。笑笑有舅舅关系，知道内情，他早就给我准备了梳子。这妮子一早就知道我的命运轨迹被军方确定了，还准备好跟我一起去送，死了都要爱。一想到昨天梨花带雨，心疼他的小美人，今日成了心机深沉的利用者，他内心满是悲愤。看来张队是知情知信之人。消息传开，路过他帐篷的工作人员看向张明的眼中揭露出了尊重。小张，我知道你对笑笑用情至深，但这是他的选择，这次全权配合你行动，需要什么尽管说。全权配合，我要20挺加特林，10箱手榴弹，全套防弹衣，还有火箭筒、榴弹炮，再来1枚东风，够了。20挺加特林配特殊部队，弹药管够，最多再加一个 RPG。成交。怎么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小子先是演了出戏，既没让我问鼓舞的事儿，又把主动权拿回去。罢了，等探索完再聊。他摇摇头走了。张明看着李建国离去的背影，松了口气。夕日清晨，张明从帐篷出来，营地中9人一队整齐待命，旁侧摆满重型武器与弹药。工作组的人惊讶地打量着一切。王朗蹲在角落报仇痛哭，13在旁边轻声安慰：怎么回事？狼牙组第7分队奉命配合击杀被煞气侵染的人形轮廓，保护你们安全。多谢。什么时候出发？现在。他大清早想摸加特林，被李平制止，硬气了一回，非要摸，然后挨了顿揍。服了。众人收拾东西，
准备下墓。本次下去，除核心3人狼牙组第7分队，还有10位负责弹药的工作人员，全员绑 GPS， 带针孔摄像头。我去，加特林，明哥扛 RPG 是认真的吗？这是去炸山头吧？冷烟火确认下方安全，张明无半句解释，打头阵顺着绳梯下入地宫。凭什么他能扛火箭筒？我摸加特林都要挨揍。有了先进武器，王朗胆子骤增，全然忘了前2天发誓再也不下墓的事儿。李平带着他的人跟在后面，自信满满。狼牙组本就是南方军区顶尖特殊部队，这分队今年排名第7，这支顶尖特战分队战斗力爆表，为此次下墓保驾护航。凭什么我们来支援，还得保护一个公子壳？狼牙组队员心中有些不服，李建国让他们支援考古队倒也罢了，还得专门保护张明的安全。昨天李建国还特意叮嘱，一定要保护好张明，甚至说有机会让张明去狼牙组上课。他本以为对方是什么高人，结果今天早晨6点，他就听到张明在帐篷打了2个多小时的呼噜。这种一觉睡到大中午能是高人，更离谱了，居然没人敢叫醒他，这不就是拉山头当黑恶势力吗？李平这眼神明显不对劲啊！李平这是压下不爽啊，终究还是任务要紧啊！男人全程无视。你们走中间，其他人呈战斗队形警戒。李平吩咐一声，便和队员们将众人护在中间，谨慎向前推进。张明察觉到李平那低沉的语气，没说什么。直播间的网友倒是眼尖。冷到一个人的眼神藏不住啊！张明扛着 RPG 继续走。1小时后，众人回到了王朗挖开的洞口。在江城城明代古墓葬遗址石室，还有一些考古环境的照明。小走9月，梦醒泪人胭脂面。扫除山，消失在黑暗中，不是炼尸。我念动口诀，罗盘转动指向东南，走。脚下逐渐出现石砖，阴寒之力从脚底窜上来。李平脸色变了，这感觉和他去过的特殊地狱一样。别紧张，没什么危险。我说，13和王浪立马放松。李平诧异，我的话在他们心里分量这么重。10几分钟后，我们停在一面平整的墙壁前，墙上刻满诡异符文图腾，下方有带凹陷的石板门。没路了，这里的。13忽然回头。远处山壁上，藤蔓上的花朵开始陆续绽放，荧光亮起，照亮了空旷之地。众人惊觉身后数十米处，密密麻麻站满了煞气人形轮廓。那些怪物竟然一直跟着他们。李平内心掀起滔天骇浪。身为狼牙组第7分队队长，他竟丝毫没察觉被跟踪。队员们也个个面色凝重，满是戒备。李平忽然明白了，不是张明一言堂，而是只有他才真正懂这古墓中的重重危机。省点弹药，出去再用，都是饮酒门的老东西了。这东西怎么用？我心非是不可说，我心非兮不可决。凭啥呀？来，张明。好家伙，明哥帅炸了！这波操作直接封神。上来吧。王朗13陆续上来，李平他们彻底被震撼到了。第一次用 RPG 毫无不稳，背着上百斤武器还能直接跳2米，这哪里还是正常人？这是修建陵墓时被人刻意挖出来的，真正的陵墓还得继续找。通道中温度越来越高，王朗蔫巴巴的，13面色凝重。张队，会不会是中毒影响了精神？没中毒，正常。张明继续前行，众人紧随其后，终于看到了通道出口。张明停下脚步戒备，李平他们快速装弹，13紧握匕首，唯有王朗抱着镐头发懵。全场就老王一个混子。张明小心翼翼摸索到近前，朝外探去，只见前方空地后是宽阔沟壑，沟壑之上架着石桥。到了。快支援！狼牙出口，带人冲到出口！什么东西？李哥，快救明哥！巨兽一巴掌几百斤力道，张明竟能用唐刀挡住，他本身就有和巨兽相当的恐怖巨力。人亡是能，别愣着！快开枪拦住他！13急了，李逢面色迟疑，一人一兽速度太快，开枪容易误伤。巨兽冲撞瞬间，我借力抱腿压在山壁上，反握唐刀，双腿发力朝他头顶怪角斩去。电光火石间，唐刀斩过，砰！刀身碎裂，巨兽怪角应声断裂一截。我嘴角溢出鲜血，所有人呼吸急促。还没死透。停手！合金材质直接被斩碎，这得何等力道！走吧。那种高温是什么造成的？有人故意以高温酝养此兽。我是个比旁白还懂梗的训狗师，全部都乡情，能听懂狗说话。现在该古的冒到了，可只有一座大殿，难道白跑一趟？进来看看就知道了。我推开殿门，大殿空旷。钟，明代的墓葬为什么会出现钟的雕塑？这玩意儿
看着咋这么眼熟呢？李平心底震惊，好像还真有点像外面那东西。张鹤之山，无草木多摇臂，所谓神怪。有兽焉，其状如赤豹，无尾一角，其音如鸡屎，其鸣铮。这种东西早该消失了才对。直播间观众开始讨论。此时考古研究所内，陈教授神色震颤。古墓中，张明对照羊皮古卷，找到了神兽殿通往另一处的入口，就在桌子下的地板。13问清地点后，熟练撬起地板。王朗心虚地别过头。南方军区总部，李建国看着画面。王朗和13以前合伙盗墓的吧？杜明摇头，都是苦命人。13从小在山野长大，以生肉为食。王朗11、2岁爸妈失踪，后来考古队遇到难处找他们帮忙，再后来就调进了考古队。13撬开地砖，一条漆黑狭长的阶梯出现。我看了眼羊皮古卷，确定方向。怎么忽然都亮了？只是化学原理。从规格看，是王侯起步的墓。带众人前行。5分钟后，通道尽头出现拱形门框，我引燃冷火花迈步进入，两侧整齐摆放着棺椁，不少已腐朽，里面仍有腐肉。哒哒声传来，几具棺椁一角还在滴着浑浊液体，没什么危险。我平淡道。众人松了口气，跟随我穿过墓室，进入幽深通道。队长，咱不是遇到鬼打墙了吧？都23座古人了，破损地方完全相同，弹幕也开始发虚。9宫布局无碍，我平静回忆。3小时后，王朗彻底绷不住了。大哥，都第48个古人了，还有1个就到了。一共49个，我解释。王侯墓局取49之数，但丧葬时会刻意避开。木为阴，属坎；49为吉，聚阴会泽，生坎中之泽，是困刑。墓主人想将一些东西永远困死在这里。要不搬一个团的兵力再来？我操！这里有古墓吗？王朗盯着地面的粘稠物，只感觉莫名眼熟。人皮，这得杀多少人？张明看着羊皮古卷，迈步朝山洞深处走去。快到了。13压下反胃，举着冷烟花跟上。李平等人极力不去看地面，王朗哆哆嗦嗦跟在后面，啪嗒啪嗒，每一步都踩在人皮上，弹性触感让所有人头皮发麻。我始终面不改色。南方军区，杜明凝重道：“老李，张明来头真查清了，他一点不怕，好像早知道会有人皮。这小子身上的隐秘远比我们想的复杂。可他爹在牢里，爷爷姥爷都过世了，只剩母亲奶奶，会不会是张家代代相传？”杜明沉默，李建国吩咐。半小时后，一条宽阔的灰色石阶出现在眼前，向上望不到尽头。张明带队向上，王朗气喘吁吁，不敢吱声。10几分钟后，众人终于看到石阶尽头，一片美如画卷的青色宫殿群出现在眼前。到了吗？哦，他们也到了。台阶下传来杂乱的嘟吼，危险骤然降临。快装弹，保护他们！开火！张队，有很多东西在快速临近，跑！妈妈呀，地宫那边也有！不要停，跑！蕴含金色丝线的血液浸透刀身，挥刀一甩，鲜血落在前方道路上。沾染鲜血的虫子瞬间冒白烟惨死，其余虫子惊恐避退，应声让出一条路。所有人愣住了。13瞪大双眼，王洛呼吸急促，李平脑瓜子嗡嗡的。燃烧弹烧不死的虫子，竟然怕张明的血。那是煞气凝聚的虫形轮廓，以腐肉为食，生肉鲜血对他们来说是琼浆玉露，却会惧怕一个人的血，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难道尸体跪拜也是因为他的血？去天寿山。0021。谁能听他的话？